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现在就出发3，白敬亭回归，和沈腾、王安宇的爆笑名场面出圈了。朋友们，最近有看《现在就出发3》的收官篇吗？我昨晚窝在沙发里看最新一期，笑得差点把平板给摔了。明明是最后一期该有点伤感气氛，结果愣是被这群人整成了欢乐喜剧现场，特别是白敬亭哑着嗓子回来那一段，我真是又心疼又想笑。咱们先说说这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画面吧。白敬亭回归那段，简直是节目组的神来之笔。他一出场，兄弟几个就围上去，那个热乎劲儿，一看就是真感情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嗓子明明哑了，其他人还变招法逗他。范丞丞那个勺白谐音梗，沈腾紧接着补一句回来一天戏都演不了了。这种只有真朋友之间才敢开的玩笑，比什么剧本设计都自然。白敬亭躺地上表演那段，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那种又认真又好笑的状态，真的只有熟人局才能这么放松自然。不过要说这期最让我意外的，还的是沈腾和王安宇那段即兴对唱。本来大家就是随便起哄，没想到俩人真就手拉手唱起了《想你的一晚》。沈腾全程模仿王安宇那个投入的唱法，眼睛一闭，眉头一皱，唱得特别认真，底下观众都要笑疯了。这种即兴发挥特别珍贵，因为它没有设计，没有排练，就是两个玩得来的人在氛围到了的时候自然嗨起来，反而比那些精心安排的桥段更打动人。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胡先煦，这孩子在游戏环节里简直是又菜又爱玩的典型代表。打手板游戏别人是怕疼，他是根本打不着，每次都特别认真的挥手，然后特别精准的错过目标。沈腾那句又要面子又笨得要命的评价，简直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但奇怪的是，这种笨拙反而特别讨喜，让观众觉得特别真实。现在的综艺里，大家都想表现得很聪明、很能干，反而像胡先煦这样坦然接受自己游戏黑洞设定的，显得特别难得。当然，笑过之后，我也在想，这期节目其实也有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，比如游戏环节的设计，虽然大家玩得很开心，但能看出来节目组在创新上还在下点功夫。你划我猜这种经典游戏再怎么变，核心还是猜词，看多了难免有点审美疲劳。再比如镜头的分配，有些成员的亮点时刻确实显得少了点，像是金晨的精彩瞬间就有点被埋没了，挺可惜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期节目最让我觉得值得的，还不是这些游戏或者环节设计，而是这群人在一起时的那种状态。你能看出来他们是真的很熟，很放松，互相开玩笑不用顾忌，接梗抛梗都很自然。这种真实的人际关系，才是这档节目最大的看点。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爱看综艺，真的只是为了看游戏吗？可能更多的是想看那些真实的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展现出的有趣互动。特别是最后漓江边的送别部分，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，但那种淡淡的、真挚的情感，和前面的爆笑场面形成了很好的呼应。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有开怀大笑的时刻，也有温情脉脉的瞬间。节目没有刻意煽情，就是很平静地呈现了这种告别，反而更戳人心。看完这期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一档好的综艺，重要的不是多华丽的布景，也不是多复杂的游戏规则，而是一群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不是演出来的，是从他们自然的互动中流淌出来的。当白敬亭哑着嗓子还努力接梗，当胡先煦笨拙但认真地玩游戏，当沈腾和王安宇突然就开始深情对唱，
这些无法设计的瞬间，才是节目最闪光的地方。现在节目播完了，我还在回味那些让人笑出声的片段。不知道你们看这期的时候，最记得的是哪个画面？是白敬亭躺地上表演的滑稽样子，是沈腾和王安宇出人意料的对唱，还是胡先煦那个总是打不中手板的认真表情？又或者，你对节目有什么不同的感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，咱们一起分享这些让人开心的瞬间。毕竟，能让人开怀大笑的节目，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，真的是一份难得的礼物。